喂，发什么呆呢？谢谢啊，不客气。许涛，谢谢谢谢。等一下！今天是2001年7月13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国际奥委会第112次会议今天将在莫斯科。我还记得上次申奥失败的时候，我喝的那叫一个郁闷，差点跟人打起来。这一晃都8年了。哎，这次一定行！行，一定行。那是我们的综合实力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哎，他们两个时间有点久啊。是啊，不就签了字画个押吗？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哎，我们老周这人呢仔细，在单位的时候就是，但凡让他签字的东西都得看上好几遍，确保没有法律风险，严谨。我们家芝芝工作稳定，人长得漂亮，还不要彩礼。他一大老爷们儿有什么风险？领个证就打发了，结婚跟结拜有什么区别呀？财务管理上有区别啊，亲兄弟那得明算账。这俩人要是结了婚，钱就进一个人兜里了。你们算啊，婚礼在5星级酒店，20桌怎么也得5万块吧？婚庆2万起，摄像再加化妆怎么也得小1万。我们单位年会200人，预算才10万，那还得抽奖的呢。你们男的怎么那么现实啊？这年会年年可以办，婚礼啊一辈子只有1次。那可不一定。待会儿咱们得替芝芝宰他一顿的，不能便宜了他。同意，我同意，不能放过了他。这日本的和牛、澳洲的龙虾、法国的生蚝，咱是不是按照地图来啊？姑娘可更狠了，和牛都上了。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怎么了呢？今天我去接老周的时候，下楼他就晚了10分钟，而且你猜他在车上跟我说什么吗？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是爱情，也几乎等同于爱情。瞎矫情什么呀你？这话听着挺有道理的，有什么问题吗？这话是出自霍乱时期的爱情，你知道后边一句是什么吗？那么终究不是爱情。周世辉，周世辉，我打死你，周世辉！怎么了？怎么了？哎！怎么了？怎么了？芝，对不起，今天这婚我真的没法给你结。你给我起来！为什么？这婚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问他。是这样，如果我跟你结婚，就真的是把你害了。我感谢你这7年对我宽容，对我迁就。总之我今天才意识到，我一直在原地绕圈。我的终点不是你这，对不起。那你他妈早干嘛去了？花了
为7年的时间你刚刚清楚，终点现在不在我这儿是吗？不行，你今天必须得跟我去结婚，大不了明天再离，亲戚朋友都来。去！干什么呀？哎，别动手！动手！走开！你可以的。元昭，你断后！你说你干这叫什么事儿？你陪我啊！这结婚就跟蹦极一样，一咬牙一闭眼也就下去了。等你再一睁眼发现嘿没死，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就跟再活一遍似的，多值啊！你说外边有人了？那女的谁啊？想想，知道你快结婚了还勾搭你，那肯定不是正经姑娘啊！这种女人就跟毒蘑菇一样。你还好意思哭你？啊，你还委屈了你？这种女人就跟毒蘑菇一样，你吃了轻则神魂颠倒，重则家破人亡，你知不知道？你听我的，咱们现在掉头回去，你跟关芝芝服个软，道个歉，这个事儿没准有火。啊，我掉头了，回不去。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我跟关芝芝再也回不去了。没爱情能谈7年吗？谁干柴烈火烧7年，他不都了成渣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我爱上别人了，我跟他结婚，还是对他负责。你看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啊？这女的谁呀？咱们单位的。不是。你看我干嘛呀？你不爱上我了吧？你妹！哎，你敢骚扰我妹？你敢惦记我妹？你啊！哎，看我弄死你！你别打了！骚扰我妹，你还敢惦记她了你？好，你别打我见了！惦记她，你还找着弄死！哎，你臭不要脸的！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看我不弄死你了！我脸！滑的可以啊！哇，太棒了！帅呀，漂亮，可以呀，帅，漂亮漂亮。厉害啊！跟上，后面跟上！下车。我拿你当亲兄弟，你居然惦记我妹你！不是惦记，我真心实意喜欢她，我爱她。你个有妇之夫，你！我重申一遍啊，我没有结婚。真他妈恶心！自己擦去。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我这边。哎，浩哥，坐。 In the dark night, we
stars above, they guide the play. No matter what, we'll rise above. 我第一眼看见他，我就感觉自己恋爱了。李姐，介绍一下，这是我妹黄一梅。你好，来咱们这儿实习的。哎，大家听一下啊，这是我妹妹黄一梅，从今天开始呢就来我们这儿实习，但是咱们公事公办啊，该怎么吩咐怎么吩咐，千万别跟她客气。大家好。周志辉呢？周志辉，哎，志辉，那个我妹就由你来带了。她是学美术史的，不懂建筑，但是脑子不笨，以后多跟周老师学习。她是我们部门业务最强的。周老师好。哎，轻囊而授啊。啊，这是你的工位。哎，干活了，干活了。好。在我面前的是一整个新世界。没遇见黄一梅之前，我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彩虹和蝴蝶。如果说爱情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一颗石子，让人心起波澜，那它就是深水炸弹。对，就是这种感觉。咣当一下，波涛汹涌，心潮澎湃。一梅，请你喝饮料。谢谢小云姐，谢谢你啊，这么快就帮我把材料翻译好了。客气。那你先忙啊。嗯。来，吹一下。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孩美成这个样子。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不是周期应该是6个月，不是6个星期？哦，是弄错了是不是？是，我弄错了，多亏了你。自从认识了黄一梅，我才发现真正的自己。哎，我看看这驴踢的脑袋长什么样啊！我真是高估了你，也低估了我妹。她就是因为长得好看、性格好，打小身边就围着一群男孩子，有送礼物的、写情书的，还有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就为这些事儿，3天2头找家长，我父母都习惯了。可那些都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孩子，你不一样啊，周世辉。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把我妹交给你带，是因为你一向稳重，头脑清晰，而且还有一个谈婚论嫁的未婚妻。咱们单位最坐怀不乱的就是你。我以为袁征那种贼眉鼠眼的靠谱，没想到你啊长得老实巴交，你还出轨。你说你我没有出轨，我没结婚，我是自由身。除了黄一梅，我不会跟任何女人结婚。今天定哪儿啊？鸭王，鸭王啊！咱们买单还是他们买单？那必须他们买单。哎，这是滑轮滑的地方吗？你把鞋脱下来，好好走路。这么平的地不滑多可惜啊！追去吧你。哎。你笑什么？想到鸭子我就开心。你恶心不恶心？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被年轻异性吸引了，脑子分泌多巴胺分泌太多，让你失去理智了。这种原始的求偶欲，被那些风花雪月的作家、诗人美其名曰为爱情，其实什么都不是，是你一个人的意淫，你懂吗？不，我不是一个人，我能感受到他的回应。什么回应？我相信他是喜欢我。你凭什么相信啊？我们一起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师傅，快点！原来我并不喜欢工作，原来我是一个闲散的人。
原来走在雨里是这么的有趣，这么的有诗。哎，谢谢。喝杯咖啡吧。谢谢。哎。谢谢。这好漂亮啊，好有情调，你怎么找到的？玫瑰，今天我喜欢你。漂亮。我帮你戴上吧。太美了。你是周老师，我听说你要结婚了。你看看，你看看，他是明确拒绝你了。不，他是在告诉我，没有断绝其他关系之前，我没有资格跟他在一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必须跟关芝芝分手，然后再光明正大的跟他表白一次。来，先不说这个，来，你坐下，你坐下。我问你，那你为什么非耗到民政局，你才跟人关芝芝提这事儿啊？每次芝芝跟我兴高采烈的说我备婚的进程，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口。老周，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潜意识是不是放不下关芝芝？我告诉你，你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开了个小差。你听我的，咱们现在就回去。我告诉你，不，遇到黄一梅以后，我才知道我之前的选择全都是错的。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选择越多，陷阱越多。你知道考试最担心什么吗？不是选错了答案，而是临交卷之前，你把正确答案换成错的了。等你发现你失去真爱，你就追悔莫及了。我的真爱就是黄一梅，如果错过她，我将抱憾终生。朱志辉，我要是关芝芝，今天结婚证、死亡证，我给你选一个，最不济给你个残疾证。包振华，别撞我车啊！一会儿捡着扔垃圾桶啊！把门关上。又泼水呢？啊，快着点啊！我刚泼的水。哎呦，你看这小年轻滑得多快，小心着点儿。回来啦！哟，妈，这么大只熊呢？就刚才那个小男生硬要扔在家里的。啊？哎，我来。喂，找谁啊？黄一梅啊？
他不在。你哪位啊？哦，这花就是你送的啊？花粉过敏。小伙子，以后别再送花了。黄一梅啊，她花粉过敏，对我们全家都花粉过敏，遗传。蛋糕？哦，蛋糕也别送啊。黄一梅她减肥，对，下个月还减。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是谁？我是他爸。拉丁舞课。哎，废话。你除了正经功课，你样样都不落下，也没耽误学习，不还拿奖学金了吗？就你这点小聪明啊，考研你就不够用了。换衣服。22了，要交朋友就正经交，我们不拦着。你不能老这样啊，一天到晚往外跑，跟男生不清不楚的混在一起。哪儿不清不楚了？那都是普通朋友嘛。你看这院里哪家闺女像你似的？家里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大半夜楼底下点蜡烛唱歌的，像话吗？不是你让我跟同学团结友爱的吗？怎么光看你团结男同学呢？你要是不喜欢人家，就趁早说清楚，划清界限。都什么年代了，还划清界限呀？女孩子要自爱，凭什么要求女孩自爱呀？怎么没人让男的自爱呀？成天跟苍蝇似的围着人转，赶都赶不走。别人我管不着，我只能管你。你想想，那么多男生找上门来，为什么？因为随您啊，生得好。油嘴滑舌的，随你爸。你妈呀，不是不让你交朋友，但普通朋友啊，得讲分寸。比如这熊，不便宜吧？平白无故的收人这么贵重的礼物，合适吗？给人还回去。爸，你不觉得这熊长得像我哥吗？像你哥？这丫头真有你的。别这么喝，别这么喝。你慢点，慢点。松开。干嘛呀？你们一个个的。怕什么啊？我1不会跳楼，2不会割腕，对吗？不就没结成婚吗？我这多好啊，单身，总比结了再离强。喂，爸，那什么，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跟周世辉没领成证，他死了，被车撞死的。我刚从太平间出来，你放心吧，我会节哀的，就这么着了啊，拜拜。喂，小叶，你帮我把婚宴取消了吧？周世辉死了。对，不幸中的万幸，他领证前死的。行，就这么着了啊，拜拜。这是。再见。多伦多啊，北京啊，北京哈，伊斯坦布尔。The voting boxes to Mr. Hikaya and Mr. Okano. 请把这个投票器呢还给这个日本的2位喂，会的我会员。 5分钟后下楼，我有话问你，别跟爸妈说啊。那么大家是都拿到了电子投票器呢？ French, Canadian, Chinese, and Turkish members. 因为现在是。 怎么又是你啊？
你们怎么这么讨厌呀？又送花，你有没有点新鲜的啊？不是大哥，这上一次那花没送成，这次就能送成了？把花赶紧拿走，你也走。你走不走？你走不走？走不走？像个苍蝇似的。你闯那么大祸，你还有心吃冰棍呢？你怎么了？周世辉为了你，今天在民政局悔婚了。悔婚？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有未婚妻，你知道吧？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保持距离？那你去问他呀，他明明有未婚妻，为什么来招惹我？他糊涂，你不能推波助澜啊！他看你什么眼神，你不明白吗？我管得了他看我什么眼神？行，我不管怎么样，我告诉你，这2天你不准去单位上班，你不在他面前晃，我劝劝他，没准还能回心转意。他未婚妻还要他？凭什么不要他呀？7年的感情，怎么就不能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你懂不懂你？你们男人就是把感情当衣服，旧了就穿；女人也把感情当衣服，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再3年，是吧？我跟你说，这样的女人，看不起。玫瑰，不管怎么样，你不许再见周世辉了，听懂没有？我是去上班的，又不是去见他的。你班也不许上，上什么班？凭什么？凭周世辉悔婚了，凭什么？凭明天这件事就会成为单位的爆炸性新闻，凭我大小也是个单位的领导，凭。说10号成功了，10点的直播。他是我初恋，我们在一起7年了，我真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对我。叔叔阿姨，我真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姑娘，来喝点水，慢慢说。谢谢。快看直播，快看直播。芝芝，你怎么来了？郑华，你告诉我，世辉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那个女的是谁？你告诉我。芝芝，我以我人格担保，他外边没人，真没有。你别骗我了。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而且你是他的领导，肯定知道的。我求求你了，你告诉我吧，那个女的是谁？没有，真没有。玫瑰，你不是要看直播吗？你赶紧回房间去，那赶紧进屋来。你等一下，玫瑰，你叫玫瑰啊？你就是周世辉的实习生对吧？我一直以为玫瑰是喊花呢，原来是喊的人呢。就是你是吧？是你勾引我的老公是吗？就是你是吗？是你冷静，是你吧？你冷静，是吧？是你是吧？你冷静，你冷静是吧？我怎么冷静？周世辉梦里喊他的名字呢？怎么回事，黄一梅？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拦着他们结婚。你到底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啊！你什么都没做，人家闹上门来啊，哭成这个样子。你跟我老实说，跟那个男的到底怎么回事？你做了什么？我们就是吃饭，喝喝咖啡。人就吃饭，喝个咖啡，你是你们2个人吗？嗯。这不是约会是什么？你还告诉我什么都没做？那普通朋友不能一起吃饭喝咖啡啊？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我就都点了一遍。啊，谢谢。不客气。你想喝哪个？我都行。谢谢师傅。不客气。单独喝咖啡已经是越界了，你还跟他吃饭，而且吃的是晚饭，就吃了1次。谢谢。这好漂亮啊！
好有情调，你怎么找到的？你看这落日好美啊，像电影。比电影更美。是不是特别像英国病人沙漠里的落日？哦，我没看过。那你可要看看，英国病人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特别好看。你想去看电影吗？是师母吧？我没结婚。女朋友，快接快接，我不偷听。行。喂，跟同事吃饭呢，晚点说吧啊。师母催你回家呢。没什么事儿，放心吃。玫瑰，今天我喜欢你。周老师，这个不行不行啊！而且今天这顿饭应该我请你的。那个，我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你们还去看电影啊？没看？没去吗？那他跟我说，没去。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了？他们俩约会你是跟着去了吗？你不知道他要结婚了，你跟他去约会、喝咖啡，你跟他去吃饭，你敢说你自己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吗？没有。他一次一次的约你，不是你勾引他是什么？他年纪那么大了，我勾引他，我有病啊！行了，你赶紧。他年纪大，哎，他比你哥还年轻你听我说，哎，姑娘，很有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叔叔阿姨，你们看到了啊？这不是我不是。快！你有病啊！你才有病呢！这，叔叔阿姨，你们都已经听到了吧？不是我无理取闹吧？我们都要领证了。他去跟他去约会，去喝咖啡，我就想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年代也是这样的吗？姑娘，你话不能这么说。你们就是这么教育的你们自己的闺女吗？你们还大学教授呢？他们心脏不好。你们这么教育，你给我点面子，咱们下楼说好不好？我给你什么面子？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我们一家人都是一丘之貉。孩子，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黄振华，我以为你会给我主持公道的，没想到你们是一丘之貉。这不就是主持公道吗？你想追我妹，长得帅的、学历高的比比皆是，他怎么能看上周世辉呢？你的意思就是我捡人家不要的了是吗？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不是，我跟你讲，解铃还说系铃的人。周世辉，你说的跟我妹那些事哪句是真的啊？你等我见上你的这事儿，我跟你没完。丢不丢脸呀？人都能闹上门来了啊！我早跟你说过了，别跟那些男的不清不楚的，你就是不听。你怎么老是不相信我呢？你不管说什么都要怪到我头上是吧？哎，要我说呀，这事儿不能全怪女儿。妈，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您听我说，从明天开始，我就不让他去竞争院上班了，我把他开除了。凭什么呀？是他骚扰我啊！你不开除他，开除我？你眨什么眼睛？你眼睛抽筋了？我抽什么？你别帮他，这事儿都怪你。要不是他去你那儿实习，他不会这么有恃无恐。黄一梅，你以前小打小闹，我就不说你了，这是道德问题。你破坏别人家庭，别人为你离婚，妈没结婚的不算离啊！你给我闭嘴！从今天起，别说去建筑院了，你连这个大门你都不许出去。你老老实实给我在家待着，好好反省。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是吧？别人说什么你们都信。好，我就是勾引他了，哎，我勾引他。玫瑰，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我没乱说呀，您定罪呗，您怎么定，我就怎么犯，行吧？不就是勾他有妇之夫吗？我不光勾搭他了，我还跟他上床了呢。行了。出去啊！凭什么锁我呀？今天要不管教你，早晚你会犯下大错。现在是我关你，你再闹下去，就是公安局要关你了。哎，你们这是非法监禁，知不知道？妈，你犯法了！爸，你说句话呀，爸。爸，
爸，你是真把你妈气着了，我也帮不了你了，你就消停消停吧。我还没上厕所呢，你给我憋着！芝芝，哎，芝芝，你怎么来了？来找石辉啊？他今天没来。你们俩昨天聊得怎么样？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你的。黄振华，她是你妹，所以你包庇她、袒护她，我可以理解。芝芝，我承认这事儿我有责任。当初是我把他招到这个建筑院来实习的，也是我安排老周在工作上给玫瑰点指导。但是，我那还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俩谈了这么多年恋爱啊，我也知道你们今年要结婚了，我才放心把我妹交给他的。谁知道他动了这歪心眼儿的？不是，我保证我妹没有要跟你争的意思，因为她压根就看不上周世辉。那她为什么不明确的拒绝呢？嗯，我天不都跟你说了吗？她拒绝了。你妹叫黄一梅是吧？对，小名叫玫瑰。啊，玫瑰。啊，美院的学生，没有毕业啊。啊，对，怎么了？你说，如果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知道，她在外面当小三儿去勾引别人的男朋友，不对，是未婚夫，那你觉得学校会怎么处理她呢？你这样会毁了他前程的。他，那你有没有想过会毁了我啊？你还不是问我伤谁弄的？嗯，哟，你这不说我还以为猫挠的呢。多大一只猫？你说那周世辉也配不上他呀，就是。要是你追还行。嗨，你凭外形条件，我也甩老周好几条街。要不是黄胜华拦着，我早跟黄一梅表白了。还是老周气贼好，让他抢前面。也是哈，你追他总好过老周追他，好歹你是单身呢。可说呢，就是老周这回玩大了，婚没结成，包都不敢来事儿。哎呦，真是的。哎，那小狐狸呀，来第一天我就看出来，那大眼睛咔吧咔吧的，冲着拖布杆都能放电。哎，你说人家周世辉都是有未婚妻的人了，也不知道离人家远点儿。哎，李姐，你这话我不同意啊！凭什么长得好看就要跟谁都保持距离？哼，我要是长成他那样，我管别人说什么。别八卦了，干活。回去吧。他怎么没出来啊？爱出来不出来。玫瑰，玫瑰，你妈已经把锁打开了，出来吃饭吧。嘿，他反锁了，饭也不吃了。少吃几顿，饿不死。你别老惯着他。行了行了，还想怎么着吧？起来吧，啊！好了。In the dark night we find our way. Stars above, they guide the play. No matter what, we'll rise above. Shine brighter like the morning sun. Through every battle we'll overcome. In our hearts, the fire will ignite. Be together, we'll reach the high. The world may try to bring us down, but we will stand.
走啊。早。来了。哥伦比亚的咖啡豆要不要来一杯？谢谢。住着呢。哎，你看我这脸，昨天闹腾的时候我也在里面，都被老周未婚妻给闹的。你看，贼厉害。话说老周也忒无地道了啊，连你都敢垫，也没想着自己都多大岁数。你俩应该差得有10来岁吧？我记得咱俩应该差不多大呢。我哥呢？忙着呢。忙什么呢？来了一个客户，正开会呢，咱俩得被打扰人家。袁老师，你知不知道你说谎的时候啊，你眼珠老往右跑。啊？没有。跟上是周世辉的问题，跟上是你的问题，是你没弄明白好吗，黄舅妈？就算我不安排周世辉带我妹，那不还有别人的吗？他也在这上班。周世辉如果你不安排你妹在周世辉的旁边的话，他不会有别人。他在你身边那么多年了，他有别人吗？还不就是因为你吗？那你这么说，就是因为我妹长得好看了。我妹长得好看那是天生，老天爷给的。他还敢来他？不是你长得好看是的，我让大家看他长得好。哎，我哥到底忙什么？没忙什么，就来一客户嘛，这还开会呢，咱别打扰人家，是不是？慧梅，你真不能上去，你上去就。玫瑰，你都被开除了，你快走！你干什么？这狐狸精，看我打不打得死你！造谣、诽谤、打人、污蔑都是犯法。想打我可以，我一定会把你送上法庭。你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对面有一家咖啡厅，我请你。不是去什么去？你别管，你不是把我开除了吗？你别碰我，还有你。哎，玫瑰，看什么热闹？赶紧干活！你为什么还要他？我还要得回来吗？哎呀，我又不跟你抢。他作为我领导，作为我师傅，甚至作为我朋友，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我不喜欢他呀。他不懂玩，不看书也不看电影，他甚至以为波提切利是那个什么男装品牌，可笑不？那怎么了？这恰恰就说明他可靠，是一个可以好好过日子的男人。你现在还觉得他可靠吗？你这条手链他也送给过我，我没要。他送你手链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他开窍了？你已经赢了，你至于现在还要来羞辱我吗？我又不跟你抢，我羞辱你干什么？我只是不明白了，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要他干嘛？我们有7年的感情，我们已经在一起7年了，好吗？7年了，你就要后半辈子一直忍气吞声陪他过呀？我跟你说，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我妈昨天打我一巴掌，凭什么呀？我招谁惹谁了？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说，他都这么对你了，你确定你还想要他？真的吗？你长得好看，工作也好，你完全可以为自己活呀。感情的事情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我要面对的不只是这7年的时间，还有以后。以后他突然不在了，我的生活怎么办？还有我们双方的父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还有朋友，都知道我们要结婚了，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他们怎么想我？他们怎么办？我快30了。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都不是感情的问题，感情很简单呀，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对不对？你不会理解的，也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不会受感情的苦。请慢用。谢谢。
的时候吃甜的不会发胖。他人呢？没完了是吧？你穿这样干嘛呀？演戏啊？他人呢？走了。是你逼他走的。你不要脸，别人还要脸呢。你能不能注意点影响？我注意了，我没影响别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痴男怨女，海誓山盟，自古都是可歌可泣的。我周世辉就是对黄一梅一见钟情了。看什么看？为他，我愿意割舍一切，不留半点牵挂。振华，我以为你能理解我。我不理解，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劈腿劈得理直气壮。人家关之跟你在一起7年，论学历，论长相，你踩着高跷你都够不着人家，一句割舍你就把人扔了。你干出这样的事儿，你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我没有为荣，但是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爱黄一梅。你想当陈世美，你自己当去，我们也不可能跟你同流合污。我告诉你，你要是毁了他的名誉，我弄死你！你弄死我吧！你没劲是不是？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你？弄死我！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像我这样对他全心全意、坚贞不渝的男人。太恶心了你！别给自己加戏了，行不行？我跟你说，我之前还挺欣赏你那执着劲儿。我知道很多项目你都是死磕来的，但你要把这劲儿用在姑娘身上，那就是不知廉耻、厚颜无耻、恬不知耻。你不是黄一梅，你没有权利替她做决定。你怎么不明白呢？女孩说不，那就是拒绝的意思。你非得让她跟你说呸，你才死心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她一定会说呸？你去哪儿？周世伟，你去哪儿？哎，同学，问一下那个史论系的教室在哪儿？史论系到3楼那边。好，谢谢啊。一梅，
你辞职为什么没告诉我呀？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有话对你说。你是不是要表白啊？那你要快点哦，我们还要去食堂。关姐姐昨天去建筑院了。他去找你了，他没有为难你吧？她为难我干什么？又不是我对不起她。玫瑰。哎呦，你别这么叫我，这名字只有我家里人才能叫。周老师啊，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你聪明、开朗、自信，你身上有一种活力，就像阳光一样。那你身上有什么特别值得我喜欢的地方吗？没，一梅，我对你的感情是独一无二的，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如果没有遇到你，或者说没有感受过这种强烈的冲击，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只要能见到你，我就感觉到幸福。那是你的感觉，不是我的。关姐姐陪你去食堂，陪你在自习室熬夜，陪你挤公交，陪你住地下室的时候，你不幸福吗？我对关芝芝是有感情的，但是这更像是对亲人。你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像亲人？周老师，你自己移情别恋，你别拿我当枪使啊！不是，我这个世界上幸福有很多种，什么都想要的话，就像那个狗熊啊，掰棒子，对不对？我不是你的下一根棒子。关姐姐通情达理，人长得又好看，是你自己没福气。玫瑰，一梅，我不是故意把你扯到这种关系里来。我不知道关芝芝对你说了什么，但是你放心，我一定把那边处理干净，她不会再来找你，你不用有什么顾虑。周世辉，你给我听清楚了，我拒绝你不是因为有顾虑，也不是因为我同情关芝芝，而是因为我不喜欢你。走吧，走吧。来，当心啊，当心啊！好，当心啊！好，可以。哎，你好，师傅，您搬的这是哪户？这3楼的。慢着点啊！对，小心点，这是。我这里已经磕过了，慢点。这个柜子容易磕到，慢点啊。我把我的东西搬走，今天下午临时约的，所以就没有告诉你。好。那个装修都是你出的钱，多少钱我应该还给你？不用了。芝芝啊，周世辉，你以后别叫我芝芝啊。从今天起，我们两清了。以后如果不小心遇上，连名带姓的叫我啊。谢谢。
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不会有比这更大的困难了。挺好的，浪费7年时间认清了一个人，总比浪费一辈子强吧。装好了？对。辛苦了，师傅们。那我在小区门口等你们。好嘞。周末的怎么还在学校啊？赶紧回家！我才不回去找你妈妈。都多少天了还犯倔？你回来跟妈道个歉，撒个娇，就还是咱妈的心肝小宝贝儿。凭什么是我道歉呢？那明明是他不相信我，他先冤枉的我呀。至于吗？至于啊！我跟你说，我老伤心了。我不回家了，我跟你说。既然你要跟家里决裂，那我就跟他们说，把你生活费停了。王振华，我跟你说啊，你别落井下石啊！我跟你说了，妈把饭做得了，今天吃的是油焖大虾啊，没人跟我抢，那盘子可全是我的。喂。玫瑰，爸，给你送好吃的来了，好香。打开，闻闻。怎么样？爸，您横跨半个北京城来勾我馋虫，是想把我拐带回家吗？我偷偷来的，你妈不知道，我也没敢多盛，怕你妈看出来。那你跟妈说，下个礼拜我想吃红烧肉。原谅你妈了。我妈这手艺不原谅行吗？这就对了。你妈这个人呐，就是嘴不饶人。她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做好吃的，使劲的吹。爸，您这么浪漫的人，怎么和我妈好的呀？沃霍特说了，爱情的萌芽就是智慧的结束。那这么多年你怎么坚持的呀？培根说了，爱情和智慧不可兼得。爸，有你自己的话说。你妈就那样。哪样啊？爸。你说我这画怎么样？这
豪迈。豪迈？豪迈是个什么评价？我问你画的好不好？你要是让我评价国画，什么气韵、笔法、线条什么的，我还能说上2句。可你这是抽象艺术，我也不懂啊，不懂就不能瞎说呀。从我记事起啊，您就没有说过我一句不好，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您都不会批评我。你要是干了违法乱纪的事，不用我批评，法律就会来制裁。你要是干了违背道德的事情，舆论和良心就会来谴责你。还有些事呢，它没有对错，也没有标准。比如说感情，感情啊，它就像你这幅画，虽然我不懂，但我尊重你的表达。还是爸最懂我。一梅走啊，一起去招聘会。我去干什么呀？跟我们一块儿去，就在动物园旁边的北展，先去看看呗。行吧，行吧。投这么多简历，全部都石沉大海。现在找工作这么难的吗？你真打算考研啊？我不想考，我妈叫我考。完了，怎么办？毕业即失业呀。2个小时啊。好的。李总的秘书一会儿来取快递，帮我给一下哦。好嘞。你好，我是来面试的。啊，请问您是？黄一梅，艺术的艺，玫瑰的玫。请登记一下。不好意思，您擦一下。我们这洗手间在什么地方？洗手间就在那儿。谢谢啊。